5月底 Josie 就跟大家多次明确的说了 SpaceX 上市的虹吸效应会让市场卖出高位的 AI 股，以迎接这一个史上超级 IPO。尤其是如果被纳入到纳指100成分股，追踪 QQQ 的基金会在纳入当天产生了约62亿美元的当日被动买单，那么市场一定会提前的调仓。所以美股快的话呢，在6月初；慢的话，在6月中旬就会形成高点。提前止盈离场的这一个学员，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回复一个1。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美联储年内加息概率飙升，纳指大跌了 4.18%， 纳指会破25000点吗？美光、英伟达、AMD 都大跌了，这一些 AI 股跌了就会是机会吗？比特币呢跌到了2月6号低点之后，开始出现止跌迹象，相关概念股要止跌反弹了没有？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7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的周线超买确认，调整需要2周的时间吗？那第二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AMD、Circle、IREN、美光、RKLB 以及呢这一个奈飞。那如果呢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我们会优先给这一个铁粉学员呢进行这一个分享。老规矩，先涨后看股市长望。接着呢，我们进入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这一个日线走势啊，可以看到的一个点，纳指呢，它在这一个非农数据，就是大超市场预期年内可能要降息的这种概率的话呢，有这一个飙升之后呢，纳指在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呢非常大的一个下跌，跌幅呢达到了 4.18%， 可以说是近几个月以来啊最大的当日跌幅了。那么对于这一个纳指，它在月初的这种调整，那如果呢您是有关注我们频道的，或者呢有在行情广播当中的，那应该知道。比如我们来看一下，在最早的时候呢，应该是在5月31号的这一期视频，其实呢在这一个5月30号或者29号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了啊。当时呢纳指还在这一个位置出现的是一个不断在创新高的这一个走势，我们当时就跟大家讲了，从时间的这一个角度来说，纳指在6月份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去收到这一个高点的。快的话呢，就是在下周，也就是月初的这一周。如果说下周它没有形成一个高点的，那么在6月中旬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去收到高点。这个是我在5月31号的时候就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观点啊。原因的话呢，很简单，还是那句话 ，SpaceX 的这一个上市，它募集到的750亿的这一个美金，它干嘛不会凭空的出现？它只能呢从这一些高位股上呢去进行一个获利兑现，从而呢去参与 SpaceX 的这一个超级 IPO 的这一个事情。当然呢，非农数据呢大超市场预期，它肯定呢也会对市场有一个推定的这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5月30号就已经提前的去知道的这一个事情 ，SpaceX 它上市，它对于资金来讲是会造成的这一种虹吸效应的。所以的话呢，在这一个本周，我们就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点，比如我们看一下啊，在6月4号啊，当时在这一个位置收盘价收完之后呢，它是一根阴线，并且跌破了黄竹的这一个高点的时候，并且跌破了黄竹的这一个低点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啊，这个行情广播在每天的5到6点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去更新啊。纳指上涨结构消失不见，并且还是一个黄竹消失，收阴线跌破，属于超买确认。短期来讲，它是要有回调的需要的。不过对于美股下半年的趋势仍旧看好，所以呢，整体的走势是短空长多的这一个状态，回调下来一定是机会大于风险。所以有的学员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减一下仓，底仓呢可以留着，等回来了之后呢，再把这一些仓位给接回来。并且我在这一个行情广播当中也已经很明确的跟大家讲过 ，SpaceX 对于 QQQ 啊，重点是去讲了对于 QQQ 的这一个学员，他因为在上市15天之后呢，可能会被纳入到纳指100。
那么追踪 QQQ 的基金在纳入当天，它会产生被动的买单。同时产生的这62亿的这一个被动买单，它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只能呢去卖出同比例的其他的股份。那么对于 QQ 来讲，它就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是看到呢有这一个学员看到我们消息之后呢，在上周的时候，有些的话呢是在这一个上周就已经离场了，有些的话呢是在本周周中的时候去离场。那你会发现在这一个位置提醒完了之后呢，纳指接下来是连跌了3根阴线，尤其是周五的这一根巨大的这一个阴线，基本上把前面的2周的这一个涨幅呢都给进行了一个跌破了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不恐惧高点的一个到来，但是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该离场的时候一定呢要止盈离场。那么回到目前的这一个纳指身上啊，大家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一天大阴线砸下来了之后，它在这里见底了没有？个人的这一个观点，我觉得不管是从空间还是从时间的这一个角度上去看，目前的这一个纳指可能还没有到底，它可能还得继续的往下去跌。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讲啊？因为周五出现的这一根大阴线，它已经跌破了这一个飘带的下沿，呈现的飘带已经在收窄，说明多方开始在走弱了。第二个的话呢，从现在的这一个 K 线上去看，它其实呢大概率会去补下面的这一个缺口，因为缺口对股价有吸引的这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纳指在下周它还得继续的往下去调，才是相对比较正常的。那么在往下的这一个空间啊，除了去到这一个缺口之外，相对来讲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一个支撑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支撑它不一定呢能撑得住。这一个支撑的话呢，它就是这一个颈线位的这一个价格，因为你能看到它才下跌结构3，距离下跌结构9还有呢6个交易日的时间，虽然不一定呢能走到结构9，但只要它是处于下跌状态的，那都意味着一件事情，市场它是弱势的。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去抄底的这一个学员还是得再等等，因为起码从现在来看，它还没有呢出现止跌的这一个迹象。那么这一个颈线位的这一个价格的话呢，大概来讲是在25701.44，其实在周五的时候，它最低价是有跌破25700点的，但是它收盘价呢，最后是收回到了25709.43，站在了这一个颈线位的低点之上。下周大家可以关注一个事情，它如果说可以在这个颈线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横盘震荡，没有跌破的，那就说明呢，它可能呢是以一个横盘的状态去调整的。当然相反，如果下周它是直接一根了当的一个阴线跌破颈线位的话，那大概率来讲，它肯定要去补缺口，而且这个缺口不一定能撑得住的，所以要注意一下。那么这一个往下的这一个支撑当中，那下一个的这个缺口，目前来讲2个，一个的话呢是这一个9号 K 线带来的缺口，一个是8号 K 线。那么9号 K 线的缺口下沿是在25361.05。8号 K 线的这一个缺口的下沿是在25210.47，这2个缺口，基本上来讲啊，它会补第一个的话，大概率来讲会去补第二个，所以下周看一下啊，颈线位的位置它能进行一个横盘震荡的，那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它短线呢有可能会出现了止跌的这个迹象。当然相反，颈线位的位置一根利索的阴线跌破的，它就会冲着这2个缺口去回补。补缺口的时候看一下，它是盘中回补的，还是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给补的。实打实的这样的阴线给补了的话呢，意味着这个缺口它撑不住，它还得继续往下去跌。正常的一个情况下啊，就是涨了这么多之后，它要回调的时候，正常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应该回调到0.382的位置，它才是调整比较充分的。如果不把这些跟风盘给冲出去的情况下，它想要去拉升这一个股价，反而是没那么容易的。所以假设啊，这一个纳指它在下周或者在接下来的调整当中，它可以调整到多少？0.382的位置，大概来讲24707.22的这个价格的啊，它能一下子很利索的跌到这里的话呢，反而我是觉得来到这里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一个机会。它在这里慢慢震荡的话呢，反而呢我觉得更不利于它后期的一个上涨。所以从这一个空间角度来讲，
纳指目前还没有呢跌到位。那么从时间的角度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周线图。周线图在这一周收了这一个跳空缺口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大家讲到的点，要谨防这个缺口变成了一个多方衰竭的缺口。为什么会给大家担心啊？因为当时它在这一个位置底部涨上去的时候，你能发现的一个点，它也很强，但是它都没有出现缺口，它都是实打实的大阳线往上去冲的。到这一个末底的时候，当时这里是一根8号 K 线，它反而是出现了一个缺口，所以我当时就一直跟你们讲，要谨防这个缺口呢出现的是一个3天之内就给回补的这一个衰竭缺口。刚讲完，然后在本周收了一个非常利索的大阴线，就把这个缺口给回补了，并且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了。所以从周线上去看，目前来讲呢，也是属于一个要回调的这一个阶段。之前给大家讲过，周线上出现的机会最少2周以上，那么周线上出现的风险也是一样，最少它得需要2周以上的这一个调整。所以从周线的角度上去看，目前的话呢，它也要有调整的这一个需要。它的调整的时间，除非呢，它可以在下周重新的再收个阳线，给我站回到这个缺口的上沿之上，不然的话呢，在这一个位置它是要有调整的需要的，调整的时间最少它得2周以上。这个是我们从周线上给大家去看到的。那么这个缺口上沿的位置大概来讲是在26520.3啊，除非它可以收一个阳线重新站回到这个缺口之上，不然它在这一个位置它是要有调整的需要的。OK， 这个是讲到的纳指的周线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的话呢，就是 QQQ， 相对来说呢也是跌得最多的啊，还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啊，已经在这一个位置就给大家讲了啊。SPACS 的上市对于 QQ 来讲，它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你看到就是 SPY 包括纳指，他们其实也有出现这一个调整，但没有像 QQ 一样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一种音量啊，都快形成了一个倍量，这个对 QQ 来讲还是比较少见的啊，那就说明 Josie 的这一个揣测它是正确，那就说明了 Josie 的这一个预测呢它是正确的。那么回到现在的 QQ 身上啊，它的这一根大阴线出现了之后还是一个倍量，除非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它可以干嘛收阳线给我突破这一个呢大阴线它的一个高点啊，大概来讲这一根大阴线的这一个高点大概来讲应该在731.6毛9啊，就是周五的这一个高点，它如果说能收一个阳线，把这一个价格给进行一个突破的，那么这一个位置它就可以干嘛重新的再去走强。这个价格如果呢没办法收阳线进行一个突破的情况下，那意味着一件事情啊，资金的这一个调仓它还不够，它还得继续的往下去跌，所以止盈的这一个学员一定要再等等，不要那么心急啊，看一下它真的能进行一个突破的，形成突破买点的，那我们知道行情再次走强，我可以呢在这一个位置选择呢进场，那不然的话它还得往下跌，跌下来的话呢，目前来看下方的这一个支撑当中就是这2个缺口的位置，一个的话呢在682.7毛7，一个在676.7毛3，跌到了这一个位置之后呢，看一下还是那句话，它是实打实的这样的这一个它是实打实的阴线去回补的，还是这样的这种 K 线就是盘中回补或者阳线去回补的。如果是这种盘中回补了的话呢，那就说明了它在这里可能会止跌，它如果是实打实的阴线咔就给我补上了的话呢，那么它还会继续的往下呢去回补这一个缺口，那我就要注意一下风险。OK， 这个是讲到的 QQ，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SQQ 啊 ，SQQ 如果你是有参加我们的这一个早盘课的这一个学员，那应该知道啊，在这一个周四开盘的时候，就是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当时我们的阿飞老师还让大家呢去买一些 SQQ 去做一下对冲，但是当时我们也讲清楚了啊，因为 SQQ 它本身是一个3倍的这一种呢杠杆的，只能用于做对冲，不能呢重仓并且持久的去拿着，你只能少仓位的去做一下这一个对冲，保护一下呢你账户的这一个安全。然后在这一个周五的时候呢，大涨了14.38%啊，
所以如果你们是有参加我们早盘课的，那么相对来讲 SQQ 的机会你肯定的是捕捉到了。那么回到现在 SQQ 身上啊，从这一个高点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到现在，出现了无数次的这一个蓝烛信号跟白色 K 线的信号，但是都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确认。中间这一个位置当中有出现过白色 K 线消失，但是呢没有收阳线进行一个确认，包括这一次也是一样，也是有这一个白色 K 线消失不见，但是呢还是没有收阳线的去进行一个突破。那么回到周五身上看到的点，就这一个9号 K 线既形成了我们讲到的一个底部9的这一个形态，又白色 K 线消失不见，收了一个阳线，并且这一根阳线还是我们讲到的见龙在田的这一个形态。所以 SQQ 呢，如果说想要去买一些做一下对冲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说呢，想要长期去持有并且重仓的，那就不建议了啊。就是在它身上只是用来呢对冲一些风险，而不是呢真正的拿它来赚钱的。所以想要去做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看一下它能不能转为多方带。如果能转为多方带的话呢，那么就说明了美股的调整确实来讲，最少呢它会形成一个短波的这一个调整。那已经进场了的这一个学员，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本来的话呢想设在这一个缺口下沿的，但是觉得这一个防守位太大了啊，所以你的这一个防守位可以定到哪里？定到了这一个上方的这一个跳空缺口的这一个下沿，大概来讲呢在40块3毛5左右。如果说这一个 SQQ 后边反跌破它的，那我们该选择止盈的学员就止盈，该选择止损的也得止损。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我们等 SQQ 转为多方带。第二个的话呢，来看一下 SQQ 的周线啊，它也是一样啊，它从这一个高点确认是一个呢这一个高位9跌到现在，周线上连续4周出现了这一个白色 K 线的价格便宜形态，然后在这一个本周出现了一个价格便宜确认的这一个型号，说明这一个 SQQ 的话呢，它在周线上也构成了这一个机会。所以按照我们讲的周线级别的机会，最少它都会有2周以上的这个机会。所以 SQQ 有的这一个学员看一下啊，它在周线上目前来讲具备了这一个反弹的机会。往上去弹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关键的这一个价格的话呢，看到 0.191 附近啊，这个价格大概在46块9，这里如果可以收阳线进行一个突破呢，那么往上再去抬高目标价，抬高到哪里？抬高到空方带的这个下沿，也是 0.382 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57块2毛4左右。一般的情况下 0.382 它是股票从底部反弹上去第一个比较关键的阻力位。能突破的话，它才可能会打开上涨空间。这个位置没能突破的话，基本上就反弹就差不多了。所以对于 SQQ 来讲，2个关键的这一个价格。OK， 以上呢是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 Josi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来看到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英伟达。英伟达从底部这个位置让大家买，就跟大家讲了，英伟达只能做反抽行情，而且不创新高的反抽行情。涨上去之后呢，回调的时候我们也说过，把这一个阳线1/2左右的位置作为呢这一个呢止盈位，跌破我就止盈了。然后止盈完之后，第二天它还给我出现了一个干嘛？曙光出现的这一个形态啊，也有学员叫它 ARK 线啊。当时就有人问我这个位置是不是能进场？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到了不能啊？来看一下啊，我们当时呢在这一个6月5号就周五的开盘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英伟达的飘带在急剧收窄，也是一个曙光出现的这一个形态。如果说它可以收阳线，突破曙光出现的这一个高点的221块6的，那你想操作的话可以，但是哪怕出现这里呢，也是一个不创新高的反弹而已。操不操作呢？看你自己，反正我是不操作啊，因为我已经明确跟大家讲过了啊，因为性价比不高，所以呢不会在这里操作。最好呢，你可以等它调整多一点之后，或者大盘止跌之后，你再去考虑。这个是我们明确跟大家去讲到的关于这个英伟达吧。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一个英伟达它没有突破曙光出现的这一个高点，它反而是来了一根大阴线，跌了6.2%的这一个行情之后，目前来讲它的一个多方带已经急剧收窄，除非在下周它可以干嘛？除非在下周它可以大阳线的站回到这一个飘带之上，不然它在这里大概率它是要转为空方带的。那一旦转为空方带，它调整的这一个时间呢，它就会变长了。所以呢，假如说想要去做这一个英伟达的，那再等等，起码目前来看，日线上还不具备呢止跌的这一个机会。第二个的话呢，英伟达在往下去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支撑？第一个关键的这个支撑的话呢，它应该是在0.5的这个位置啊，从低点到高点起来了之后呢，一个0.5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呢200块4毛1的这一个价格，它是确实来讲有一个支撑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它的支撑一般般，不一定能撑得住的。所以如果说想要去进场的这个英伟达的学员啊，你可以等它呢跌到200块钱附近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价格能不能干嘛出现一些止跌的迹象，比如说蓝色的这个信号，比如说带有长下影线的这样的这种 K 线，能出现的话，那说明支撑有效。不能出现的，那它还会继续的往下去探，再继续的往下去探，它可能呢就要来到190块钱附近了，调整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进场，出现止跌的这种形态之后再去进场。OK， 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AMD。AMD 的话呢，也是大跌了10.86%的啊，并且确认了这一根9号 K 线，它是一个高位九的同时，这一个缺口还是一个呢多方衰竭缺口，所以每一次出现这一个缺口，尤其是股票大涨完之后出现的这些缺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去谨防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干嘛？多方衰竭的缺口，它在这里刚好就出现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AMD 它现在已经回调到多方带的位置，止跌了没有？目前来看还没有出现止跌的这一个迹象，所以想要去进场的这一个学员，给大家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因为它在周五出现的这一根 K 线，它应该是一个高量柱的这一个形态。如果说它在下周它可以收一个大阳线，把这一个高量柱的高点给进行一个突破的，那么这个位置你可以考虑进场，因为我们知道高量柱的高低点的位置对于股价来讲，它是会有支撑跟阻力的这一个作用的。你比如这一个底部起来这一个位置当中，是最近当中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这一个量，你会发现这一天它跌下来的时候，就是跌到的这一个高量柱低点的位置，然后在这里止跌的。所以如果说它在下周可以收一个阳线，突破了高量阴线的这一个高点，大概来讲505块6毛2的，那你可以选择在这个位置去进场，我觉得没有问题，它算是一个突破买点。那如果说它没有出现这样突破买点的，它还得继续往下调，那么往下调的过程当中，它得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止跌形态。哪6种呢？一个的话呢，就是蓝色的这一个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你可以买。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它是一个呢强势的3日底分型形态。第三个，它就是一个呢阳包阴的这一个形态。第四个，它在这里走出一个带有长下影线的这样当针探底的形态。第五个，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走出一个中大阳线的形态起码它的涨幅要大于呢3% 以上。第六个的话呢，一个向上的跳涨的这一个缺口。这几种形态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意味着 AMD 它还没有出现止跌的这个迹象，那就说明它还得继续的往下去调，那我们呢就可以再等等。然后往下的这一个空间当中，第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一个支撑的话呢，在这一个缺口的这一个价格的位置，451块2的这一个位置，能不能撑得住不确定能不能撑得住不确定。它打到这里，如果像它前期这个底部一样出现3日底分型形态的，那就说明了它在这里撑住了。但是它如果来的是一根实打实的阴线给补了的，那么再往下的过程当中，它会去哪里？它会去到这一个缺口的位置了。大概来讲359块5毛7到393块3毛6，不要觉得不可能还是那句话，
涨上去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跌，跌下来的时候也没有人相信它能涨的。所以这一个位置当中，假设它没办法进行这个撑住的，它要补这个缺口也是比较正常的啊。但是对于这一个 MD 包括美光这样的一个有价值的股票，个人的观点，跌下来它就是机会，而且是捡钱的机会，好吗？这个是讲到 MD 的这一个日线图。那么接下来呢，来看的就是 MD 的周线。周线上的话呢，也能明确的看得出来，它也是一个超买确认的这一个信号。可以看到它短期呢已经超买了，而且是跌破了黄竹的这个低点，所以从周线的角度上去看，它在这里也要有回调的这个需要。那么往下去调的过程当中，现在来讲下方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的一个位置，它应该会去到这一个 0.382 的这个价格，大概来讲409块6毛钱左右。跌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如果说它能出现一些止跌迹象的，那就说明周线级别已经调整结束。跌到这里，它收到的是一个大阴线砸下来的，那么就说明这个位置它撑不住，它还会继续的往下去调，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所以想要进场的学员啊，出现明确的止跌信号之后再说。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Circle。讲Circle之前，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啊。比特币前面给大家讲过了啊，6万的关卡，现在来看的话呢，已经跌破了这一个6万的关卡，来到了这一个5万9的这个价格了啊。目前来看，仍旧呢是处于一个价格便宜的这一个状态，并且的话呢，它还把把这一个9号 K 线的低点给进行了一个跌破了啊，这根阴线是已经跌破了的，没有价格便宜确认，那我就继续的等待啊，说明它可能还没有跌到位，所以想要进场的这个学员注意一下啊，最好等它确认完之后你再去进场，没有确认的情况下，那就再等等。第二个的话来看到的点啊，下边的这一个龙头引力，目前来讲正在酝酿聚宝盆的一个形态，什么时候酝酿成功？它这一条龙头线啊，绿色的这一条龙头线，它从这个低洼区干嘛突破站上去的时候，那么这个位置就说明酝酿成功了。它一直都是处于一个低洼区的，那就说明它还没有呢想要去转为做多，那我就建议呢大家再等等啊。所以从目前比特币的这一个价格上去看，它还没有明确的出现价格便宜的确认，所以所有的学员再等等先啊。第二个的话呢，现在是一个下跌结构2，我们讲到的这一个下跌结构，我们讲到的这一个13号 K 线的话呢，是一个下跌4号 K 线，所以大概还有2个交易日的时间。看一下呢，如果说它在这里继续的震荡，或者说呢继续往下调，出现13号 K 线的时候呢，判断一下它是一个呢空方的强势13还是空方的弱势13。如果说是一个空方的弱势13的，那它就有可能会干嘛？转为多方，那它可能就见底。那一直说它是一个强势的空方的话呢，那估计来讲它还得再跌一波49结构，那风险就会比较大了啊。那如果说比特币的价格没有见底呢，那与它相关的一些个股，它可能呢也没有见底。比如说Circle的话呢，从这一个位置让大家逃到现在，已经跌了将近了有20% 了，也比较庆幸的，有些学员在这里该止损的时候呢止损了。所以的话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指标操作啊，他让你买就买，他让你卖的时候呢你就卖啊，大不了说我后边啊可能再多一点点钱的去接回来，但是你不卖，你可能就会被套在里边。目前上去看的话呢，这一个 Circle 已经有连续呢2天的时间进入到这一个机构低吸的状态，但是未转为做多，那我就继续的观望，什么时候转为做多了，那我再去操作。第二个的话呢，目前才下跌结构4，距离结构9还有5个交易日的时间，虽然呢不一定会走到结构9啊，但是谁也说不定啊，只要它是处于一个下跌结构的，都意味着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它没有见底。好消息的话呢，无非是我们看一下下边的这一个龙头引力的这一个指标，它的龙头线距离我们聚宝盆的这一个位置已经非常的近了。如果它在下周可以一路给我跌到9号 K 线的，那么大概率来讲，这个位置它就极有可能会出现聚宝盆。一旦出现聚宝盆的，那你可以参考一下上一次2月底的这一个位置当中，
就是出现了价格便宜跟聚宝盆形成了一个建仓买点之后呢，涨了这一波呢将近130%的这一个行情的。所以想要进场这一个思口的啊，再等等啊，除非他在这一个位置干嘛，在下周他给我收干嘛，除非他在下周可以呢这一个蓝色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不然的话呢继续的跟望，在更低的价格呢去接它。第二个呢要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它在周五出现的这一个下跌缺口，看一下啊这个缺口能不能呢3个交易日之内收到实打实阳线给补了，不然的情况下下边它还有缺口在等着我们的。那么这个缺口上沿的位置89.2块，如果说呢它在这里没有干嘛收到实打实阳线，3天之内补了的，那我们呢就在这一个缺口的位置去接它，逢缺必补，它对股价会吸引着去回补的。那么这一个缺口的这一个下沿的位置62.9块，上沿的位置71.1块，真的能跌到这里出现9号 K 线的，那估计来讲啊，就它应该会出现一个反弹的这一个机会，哪怕不是这样的反转行情，但是技术性反弹应该也会有，所以耐心的等待一下。OK， 这个是讲到的思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呢就不用说了啊，明确的跟大家讲过400块钱以下去接它啊，这个观点不是现在它跌到390了之后我才说。我们看一下啊，最早的是在6月3号的这一期视频，其实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上周五的时候，这个位置当时我卖掉的时候就跟大家去讲到了 SpaceX 的上市对于特斯拉来讲，它短期它是会有这一个利空的这一个效应在里边的，除非它在这一个位置可以干嘛跟 SpaceX 合二为一，不然的话呢短期它是一个利空，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在这里去操作。我会去操作的话呢，它有2个条件啊，要么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呢，它给我突破8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形成一个该跌不跌要大涨的这一个形态，那我可以进场。那么第2个条件，它继续的往下去跌到多少？跌到400以下的时候呢，你再考虑去开仓。那不然的情况下，自己的话呢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的话呢是不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去操作的。所以当时还有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呢会跌到400以下，结果没想到啊，不到1周的时间它给我跌到了390了。390它就止跌了吗？不见得，它虽然有出现这一个蓝烛的这一个信号，但是还未转为做多，那我们就继续的等待吧。所以对于这一个特斯拉有没有更低的价格，有可能，起码它目前来讲它还没有出现止跌的这一个信号，所以想要去做的这一个学员呢，你可以再等等，要么呢它就给我一路的跌到9号 K 线，毕竟目前呢它才是一个5号 K 线，距离9号 K 线还有4个交易日的时间，要么它给我跌到9号 K 线之后确认是一个底部9，我可以进场，要么它在这里机构低吸转为做多，那我也可以进场。2个条件都没有出现的，那我就再等等，说明它还有更低的价格在等着大家。那么更低的这一个价格能去到多少钱？来看一下啊，特斯拉的黄金分割比例啊，现在它已经跌破了 0.5 的这一个位置了，基本上来讲属于一个呢弱势的这种行情。那么往下它再去的位置，它可能会去到 0.618， 大概来讲381块6毛1左右。这个价格如果说没能撑住的，那基本上它就要冲着这一个 0.809 的价格，这里的话差不多要去到呢360左右了啊，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想要进场的学员先不要着急啊，出现我讲到的那2种形态之后再说。那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美光。美光的话呢，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明确的给大家去讲过它的防守位了呀？就是害怕它在这一个位置形成这一种的高位的这一个最后一涨。来看一下，最早的是在6月4号的这一天，当时呢这一个美光是收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十字星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星它本身就是用来看变盘的。那么这种变盘的话呢，一般来讲有2种形态，一种呢是20%，它是处于一个加速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像这个位置一样，出现了这种十字星之后，它没有选择跌破，它是选择突破的，那么呢加速的继续往上去涨。你会发现呢，这一个美光从底部起来
多次出现的这一个十字星，它都是选择干嘛？向上突破的，包括这里也是一样啊，出现了多次的向上突破，形成了加速的这种上涨。还有一个的话呢，叫转折，一般占据80%的这种概率。那你看一下前面这一轮它是上涨的，涨到这一个十字星附近的这一个位置，它就开始转折向下去跌。所以当时在这里呢，我就很害怕它在这里形成一个向下的这一个变盘，所以我就让大家设置好防守位了吧。短期的学员以十字星的低点，就这个位置作为一个止盈位，波段的你就以缺口上沿的位置，大概来讲1009.5块的这一个价格作为一个止盈位。没有跌破的，你们就各自的拿着；跌破的话呢，你就出局。不过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大跌它就是捡钱的这一个机会。所以美光呢，在这一个周四的这一个时候呢，直接选择了一个阴线，而且是跳空跌破了我们讲到的2个止盈的价格。所以该止盈的学员呢，一定要在这一个位置选择止盈。如果说你在这里止盈了，那么周五这一天的大跌就跟你没有关系。虽然说呢，不能让大家呢卖在一个最高点的位置，但是你卖在呢这一个1009.5块或者1038的这一个价格，还是相对呢比较不错的吧。那怎么样你都不会呢卖在这一个800多块钱的这一个价格。那么回到目前的这一个美光身上啊，包括呢在这一个周五的时候也明确的跟大家去说了，假设你还在里面的，那么呢，以这一个缺口下沿的位置作为你最后的这一个防守位，跌破了的话，你就应该离场了。同时关注昨天的跳空缺口上沿1038.5块的位置，如果3天内不能收到实打实阳线回补，那么下跌行情的启动缺口，就是说这个缺口它就会变成了下跌行情的启动缺口。按照我们讲到的一个波段的这一个上涨行情当中啊，不管是上涨也行，下跌也行，一般来讲呢，它应该来讲会有一个4到5个缺口去没有回补的。也就是说从底部起来，比如像这一波，它是1个缺口未回补，2个、3个、4个、5个、6个，包括这个是已经到了这一个7个，已经属于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一种行情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缺口它没有回补的，那一旦它形成一个下跌启动缺口，那就意味着目前的这一个美光下边还有下跌缺口在等着大家。所以对于这一个美光来讲，如果想要去操作的这一个学员啊，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就是它在周五出现的这个缺口能不能补，不能补的话，下面还有缺口在等着大家。那从飘带的这一个角度上去看，它回踩到了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但是还没有转为这一个止跌的迹象。所以想要进场的学员再等等啊，看一下它能不能在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出现6种止跌形态，没有的话我就注意风险。这个缺口上沿971.6块6毛8的位置，没办法补的话，大概率来讲下面还有缺口呢在等着大家的啊，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而且下面可能不止1个缺口，2到3个在等着大家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风险。所以一定呢要等它确认完这一个机会之后呢，你才去进场，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抄底在半山腰的位置。那么往下的话呢，它去调整的空间当中，下边稍微来讲比较不错的这一个支撑的话呢，就在这一个缺口，也是呢这一个0.382的这个价格，大概来讲792.1块1毛7的这个位置，它的一个支撑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也就是说它没办法在飘带的位置收到6种止跌形态的，那大概率来讲往下探的空间，它得探到792块1毛7的这个价格，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注意一下风险。这个呢是讲到的美光的这一个日线啊，那如果说我想要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啊，看一下能不能去做一下日内的这一个机会的，那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美光的60分钟图，因为60分钟图上目前的话呢，已经在酝酿这一个聚宝盆的这一个形态啊，有在酝酿，但是没有成功。第二个的话呢，白色 K 线出现了价格便宜，但是未确认状态啊。假设说在下周的周一的这一个阶段，它在这一个小时，它在60分钟里面啊出现这一个价格便宜确认的，那么它可能会有一波日内的这种反弹。那如果说日内的反弹，它可以呢突破这个缺口的，它可能就会带动着日线也出现见底的这个机会。那相反，假设说这一个美光在下周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出现价格便宜确认，
它给我干嘛？出现一根9号 K 线，并且这根9号 K 线它还是一个下跌中继结构的，那就意味着这个位置它还没有见底，它还会继续的往下去跌。所以对于这一个美光想要去做日内的这个学员，两个条件，要么它在这里价格便宜确认，要么它在这里出现一根9号 K 线之后呢，这一根9号 K 线可以确认呢它是一个底部9的结构，两个条件都没有出现的，那就再等等，说明它还没有呢止跌。 OK， 这个讲到的是美光，接着给大家讲到的就是 RKLB 啊。讲 RKLB 的话呢，纯粹是因为 SpaceX 啊作为航空板块，看一下能不能带动的这一个航天航空呢有这一个机会。其实之前的时候呢，整一个航天航空板块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蓝色起源的这一个爆炸啊，对于整一个航天航空啊都有一个不小的这一个冲击，然后跌下来的啊。目前 RKLB 的话呢，已经跌到这一个多方带，并且是跌破了这一个多方带，出现机构低吸的信号，未转为做多。我前面还希望呢它可以跌到这一个114块7毛6的位置，它就止跌了。如果说它是可以在这个价格出现止跌迹象的话呢，那大概率来讲它就是一波强势行情当中的弱势回调，它是能创新高的。但比较遗憾的一个点就是它没有站稳在这里啊，它被大盘拖着呢一起往下跌，而且跌破了我们讲到的 0.382 的这个价格。那么下一个支撑它可能就得去到哪里？去到呢这一个 0.5 啊，它不是 0.382， 应该是这一个 0.5 的这个支撑，来到103块5毛7的这个价格。所以想要做的这一个学员，目前来讲还没有出现止跌迹象，再等等吧，等它机构低吸转为做多，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之后再进场，看一下能不能呢这一个资金可以冲一波这一个航天航空股。OK， 这个是讲到的 RKLB，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IREN。我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有一个学员一直在问这一个股票啊，当时没有看到，很不好意思，所以今天又再一次给大家讲。对于这一个 IREN， 我前面在这里让大家。我前面在这个位置让大家离场的时候，是不是很干脆的跟大家讲过，它在这里啊，两个条件，要么向上突破黄色 K 线的这一个高点66块7毛5的位置，我可以进场。那第二个的话呢，它直接给我回调到多方带的这一个位置，出现止跌迹象之后，你再去进场。两个都没有出现的，那我们就再等等。这一个是我在6月3号就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内容啊，当时在这里的时候啊，还收了一个阳线，差一点点就给我突破黄竹高点，但是没有出现，然后接下来就连跌3根阴线了。所以对于这一个 IREN， 目前来讲呢，回调下来了，但是未出现止跌信号，因为能看到的一个点，它还是一根非常实在的阴线，往下跳空是跌的。好的一个点，无非就是呢，它跌到这个缺口附近的时候，受到缺口的这个支撑，最后呢，从51块01的这一个价格，一路的推着它往54块3毛5去走，收盘价是收在了54块3毛5的这一个价格。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 ，IREN 目前日线上它是没有止跌的这一个信号，但是呢，这个缺口它是有支撑的。所以可以看一下，在下周的时候，这一个缺口下沿的位置53块1毛2，它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呢不要被跌破？就是它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横盘震荡，横盘震荡可以，但是它没有实实在在一根阴线把它跌破的情况下，那说明了 IREN 它在这里短期它可能会在这一个位置出现止跌的迹象，但如果来一根非常干脆的阴线跌破的，那就说明 IREN 还有往下再去调整的这个空间。所以想要进场的话呢，先看一下缺口下沿能不能呢在这一个位置不要被跌破，第二个能不能在现在的这个价格之上出现6种见底形态，可以的话呢，那就说明调整结束了，那没有出现的话呢，就意味着 IREN 还有往下跌的这一个空间啊，所以想要进场的注意一下。第二个为什么会给大家去讲 IREN 啊，很简单，就是它的60分钟图其实看着还是不错的哈。60分钟图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个什么形态，聚宝盆在酝酿当中，而且在尾盘的时候啊，确实有2笔比较大的这一个资金有进场啊，就是这2个绿色的这一个聪明钱，确实来讲有进场，但是呢，它的聚宝盆形态还没有酝酿成功。什么叫酝酿成功呢？这一条龙头线，它必须从低洼区给我上穿到这一个蓄势跟拉升趋势，
这一个才是一个酝酿成功的一个标志。但目前来讲，它还没有酝酿成功。好的点无非就是它在这一个尾盘的时候价格便宜，并且确认了，那就说明60分钟图上它有出现这一个机会。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做日内呢，这里呢去做一波日内的反弹，我觉得没有问题。然后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的话呢，你可以定到这一个白色 K 线低点的位置。大概来讲51.04块的这个价格啊，觉得太低的话呢，你定到这一个白色 K 线1/2的位置也行。没有跌破的话呢，那就说明60分钟图它能出现了这一个反弹。那有没有可能呢？它能继续反弹的话，它可能会带动着日线也出现止跌迹象的。所以想要做的学员啊，可以看一下60分钟图，确实来讲尾盘的时候出现价格便宜的确认，具备呢这一个日内反弹的机会。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奈飞，奈飞的话呢，纯粹前面跌太多了，所以在周五的时候还难得的收了一个干嘛假的这一个阴线啊，它是一个收盘价高于呢这一个前一天的这一个收盘价啊，它还是涨的啊，这个是确实挺难得的。讲这一个奈飞的话，我们前面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跌到多少钱啊 0.809 的这个价格81.4毛9，看一下最近已经有连续3天的这一个时间都给我踩到了这个价格，但是确认了没有？还没有确认啊，它确实来讲有白色 K 线消失了不见了啊，但是没有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前面这一波能起来是因为它是非常利落的阳线突破了白色 K 线的高点，并且它在这一个位置聚宝盆干嘛酝酿成功。现在呢在酝酿阶段还没有成功，你要看着这一条龙头线啊，从低洼区给我上穿上去，上穿了这一个呢低洼区之后进入到蓄势区跟这一个呢加速区，那才能意味着它机会的一个到来。所以如果说有在关注奈飞的小伙伴，第一个关注的点啊，就是呢81.4毛9的价格能不能撑得住，在这一个价格能这一个价格便宜确认的，大概来讲应该是多少钱？83.7毛。它如果说可以在这个位置来一个阳线，给它进行一个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奈飞在这里它是有具备这一个机会的啊。第三个的话呢，关注一下聚宝盆形态能不能酝酿成功，如果能成功的，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前面这一波行情的时候呢，就是酝酿成功，价格便宜确认，然后起来的。OK， 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这一个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